synthesizer DPREN drums DPREN guitar DPREN composer 嘛 DPREN drums programmer bass arranger DPREN 这就是我们拥有的乐手们DPRENs Okay, welcome back to the Vortex Music Studio. I'm Kino and he's Wither. Today we got a special guest. 你们好，我是释兔兔，释迦牟尼的佛的释，兔子的兔。我喜欢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唱歌。我是做饶舌6-7年左右，然后做了1年算是摇滚吧，开始学电吉他。我听的歌在一半是嘻哈，一半是摇滚。好，我来说明一下我想做这个频道的意义，因为平常我就会分享一些歌给你们听。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世界上有很多非常好的歌，不管是什么语言、什么音乐类型，我想把我喜欢的这些音乐分享给世界上所有人，这是为什么我做这个 reaction 的原因。然后今天我们要来 react 的是一位非常知名的韩国音乐 R&B 歌手，他叫 DPREN， 你们以前有听过吗？听过，就是 Beautiful。对，其实那时候接触到他，最主要是因为有蛮多在做影像的朋友，因为他的视觉上面很考究，像朋友都会把里头的一些 clip 去做一个 reference 这样子，所以借此听到他的音乐这样子，蛮 indie 的，就是跟一般的 K-pop 或者是嘻哈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尤其是可能如果有听过 DPR Live， 会觉得其实两个人差蛮多的，不管是走向啊还是形象上面。那你之前对 DPR 有什么印象？我是先听到 DPR Live， 听了一阵子之后 ，DPREN 做了一个叫 Blueberry 的 MV 吧，然后对他印象是，怎么突然冒出一个这个人，然后感觉他好像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影像、身材、唱功什么都准备好了才出来的一个人。我简单介绍一下他，他是一位韩裔的澳大利亚人，从小就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然后他之前原本是一个团体。我知道一直是爱的，对，叫 C Crown Cloud 皇冠小丑。我记得他是队长的身份，反正就是后来这个团体没了。网络上有一个介绍他跟 DPR Live 认识的过程，反正就是一起跳舞啊什么的，然后之后就组这个厂牌。DPR 意思就是 Dream Perfect Dream， 这个绝对不是我刚刚查的，是我本来就知道的，知道。对，但骨子里面是长出来的，就是从娘胎里面长出来的知识这样。对，就是你第一口开口说出来的话，就是DPR Dream Perfect Dream， 他本名叫做 Christian Yu， 他是刘还是？因为我看他的汉字是刘刘克里斯蒂安刘先生，我们今天来锐评一下刘先生的音乐。真有种锐评？没有，我们有种锐评。Ian 就是很全能这样，他就是什么都自己来，编曲、影像、导演，他还有帮 IU 拍 MV， 真的。DPR 里面有 Live、Ian、Cream、Arctic， 基本上大家都是那种蛮全能型的，只是之前好像有说过要解散还是什么，不太确定。你们有听过他以前的专辑吗？专辑我没有整张听完过。简单来说，他是一个有躁郁症的人，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人格，叫做 Mito， 代表预期的人格。Mood swings in this order， 还有 mood swings into orders， 所以它的缩写就是 Mito。对，然后他这2张专辑，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专辑。第一张走一个比较 indie 的路线，第二张走一个比较宏大的路线。但是我今天不会 react 这2张专辑，我会 react 他这个最新2023年的这张专辑，也没有到很新啦，但是是他比较近期的作品，比较近期的大的专辑这样子。他也有出其他小 EP 或者是单曲之类的，但是大的专辑只有这3张。所以他在2023年之后就是比较少活动。没有，他是出单曲跟 EP 比较多。后来都是做什么？我记得他有转比较电音的，电子的。OK， 对。先给你们一个印象。OK， 前2张专辑的人格叫 Mito， 是做预期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专辑，它会变怎么样？因为前2张是预期。好，他有躁郁症。我知道。了解。Dear insanity. If you are reading this, we have ventured too far off into our lives and found a way to come back. I always do. Yours truly.
Speechless，看倒车，认真。超屌，超屌。你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为什么他的歌词里面会讲说 "My time is running out, but yours has just begun"， 这很明显就是躁起，超级躁起，片段的切片在跳，然后整个情绪很高峰，但是不会一直维持在同一种感觉里面。他在编曲上面做到了这件事情，让你感受到。然后像他自己有讲，这首歌是基于一个叫做 The Other Side， 就是彼岸的宇宙去写的，在讲说他要从原本的地方进入 The Other Side， 这样子就是一个给原本自己的遗书，暗示着新的人格要出现。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真的太快了，我真的需要多听好几次才可以听出他编曲上到底做了什么很鬼扯的东西。因为我刚才花比较多时间在看他的音乐部分，应该是比较着重。对，没错。好，首先是这整个编曲的风格让我想到了当代的一些经典金属编曲家，像是 Mick Gordon、Jordan Fish 这两个人也是擅长结合电吉他跟其他的元素，虽然他们可是做金属，跟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 intro 它是有一个差距在的。但是他们在音乐上都有做一件事情，也是现在的重型音乐很喜欢做的，也叫做预期破坏。预期破坏的意思就是说，在听音乐的时候，8小节，我们就会觉得说，哦，这是一个能量高峰，要往下了或往上了。那他有做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正觉得要往上的时候，直接切掉，变成其他的可能不同的配器、不同的编曲，常见于现在的，比方说 hyperpop 或者是 modern metal 里面会常出现的东西，这样子，就是瞬间把这个东西抽离开来，你会得到一种比原本往上推更高的一种爽感，可以称为是一种 ear candy， 可以可视化，或者是把躁起变成听觉的一种方式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这真的很躁起。对，就是很片段，每一个想法、念头都零碎的塞进一个项目里头，这个东西带给我震撼蛮大的。对，你呢？我不知道他是男团的，但我觉得他给我跟其他韩国人的印象差别是他内心世界比别人更疯狂。他们那个 DPR 好像就是不太走什么参加比赛或是公司这类的，他们就是一群很疯狂的人，把他们的内心世界用这种方式展现出来，挺羡慕这一团。就你既定印象听到的伊恩跟这个 intro 进来的有什么不一样？差很多。我觉得原本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讲到那个破坏乐器，有点像控色吗？寸子吗？就什么？这有一个黄标问讲好吗？张力吧，就是水要满出来的，他不让它满，这好像叫表面张力嘛，就是水一直在那个再滴一滴，它就会漏出来那种感觉。我的感受跟他是蛮像，它可以一直加上去，可是始终没有爆掉。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点是，他在这些元素的把控里面，像是摇滚乐、弦乐、电玩元素这些东西的，就是结合，听起来不会觉得是不合理的，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你还有嘻哈元素，绝对，因为我听到了一些东西在里面。OK，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这首的编曲。首先是 synthesizer DPR 键，再来是 drums DPR 键，再来是 guitar DPR 键，再来是 composer 嘛 DPR 键 ，dreams 旁白 programmer bass arranger DPR 键，这就是我们拥有的乐手们DPR 键。DPR 键太扯了，第一首就已经够疯狂了，我们来准备第二首 Welcome to the Other Side。我先跟你们解释，它就是正式进入躁起的状态。然后我先不太讲里面是什么内容，直接用听歌来感受，看歌词这样子。它是跟 C 歌比较就绯闻一样。As the waves come crashing down.All your walls mean the sirens are calling for you. Welcome to the other side. Forgive my nightmares that climb through your shadows at all.
fall. We will not fall. That's what I say is hip hop. Yeah, it's hot. 高磊都他的最大的 inspiration 一定是 Daft Punk， 对，是 Daft Punk。这很好，吉他，这个超好，我就觉得超像你妈妈的人生的感觉，没有好像吉他。但 Daft Punk 确实有点让虚仿到把人唱进去他的。应该说我没有听过这种使用超棒的方式，很像在它其实本质上应该是 Top Box， 然后做 High Explosion， 做 High Explosion Guitar 的 Pedal 效果器这样子，对，所以你才会有一种它是吉他的感觉。Genius， 太扯了。我必须先看一下编曲的部分到底是什么状态。Grammar、DPR Ian 和 DPR Cream、Guitar、Bass、Strings 也是他们两个，鼓是他自己 ，Arranger 是 Cream，Mastering 是昆南舞，Mixing Engineer 是 Chen Mu Li。不能说听完这个弦乐的部分真的是太震惊了。一开始他其实是走一个跳弦的部分，细腻的声想把你拉进去这个东西。但是后面它的这个管弦的配置就是完全往上拉掉，该出现的地方就出现，不该出现的地方它只是拉掉这样子。Staccato， 对，就是断奏嘛， yeah， 就是那个断奏。我在讲就是这个。然后我一直听不出来，它到底有没有用 timpani， 中文叫定音鼓啦？对对对，定音鼓。对定音鼓。哇，真的太难分辨，它的细节太多了。但是你会听不出来，其实很正常的点，是因为这种结合管弦乐的电子乐，或者是流行乐，他们很多都是 layering 出来的。比方说像金属乐好了，我们可能在做鼓的时候，你其实没办法分辨的究竟是一颗真实的小鼓声音，还是电子的小鼓，因为他们把它 layer 在一起，所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对，有可能你听到的东西是两个会结合在一起。像这首歌，它有的弦乐的部分也不全然是真的弦乐，也是有电弦乐在里头，像是 Juno 一些经典的合成器去仿造出来的电子弦乐，不一定是单一乐器。其实，你觉得呢？我音乐素养没有到可以评论这个，但那个 Welcome to Other Side 真的有被带到另一个世界那种感觉。很常在他们歌里听到这个。他在 No Blueberries 里面就已经有讲到 Welcome to the Other Side， 跟他以前的歌有相呼应。他从以前就已经在筹划另外一个人格这个角色，所以他先把玉玺这个角色做完整。我有住过精神病院1个月，但是我不会觉得我自己有2个身份。但是其实他怎么形容都可以啊。对吧？就是你说是另外一个人格也可以，像怕被骂一样，就好像是不是这样有可能被骂？没事啊，都可以。但我个人是觉得说，他只是用了一个艺术家的视角去解释躁郁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用一个听众比较所能去理解的一种比喻。个人是觉得这就是艺术创作的一个意义所在，你必须让观众理解你眼中的世界是怎么样，你听到的东西是怎么样的。他的东西真的，甚至我连 Daft Punk 这个东西我都还没讲到。没事，还会有很多机会可以讲。OK 啊。Don't go insane. I was here from the moment the light showed. 他是怎样把 reverb 抽掉？对，其实大部分来讲就是这种混音手法。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所谓的预期破坏，就是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概念。那它在当下做，可以送啊，kind of
Stay by my side, just so you can burn the dark when it's time for me. So just stay. Bless my heart when the world take me away. Don't fall apart when I come back from the grave. Forget my trust, I'll never be the same. We've came so far, I need to go outside. Nice。这段之前在抖音超红，那个套脖子那个。I'll bet it endlessly all night. Looking up at all the fireflies in the stars. I made it carefully to your side. That's when the lights and all and you are just as right. 我觉得重点太多了，就是他重点塞超级多，变成我眼睛要看，耳朵要听，去听他的编曲，听他的人声，听他的效果，然后看他 MV 在做什么事情，同时又加了舞蹈，然后他中间太多的桥段切换。Yeah， 就是你要在第一时间去 reaction 这个东西，其实蛮难的，真的，因为太多重点了，然后你脑中要把它汇集成一个 list， 脑中有汇出10点，但是真的能够完整表述的东西只有3-4点。OK， 我觉得先让他讲。好 ，OK。我吗？我就是看傻眼了，就是很享受，我只能说我很享受，就是我们这样都不要讲话，看他可以怎么办。好，我严肃严肃吗？没有，我是说我们严肃，我很羡慕了，我很羡慕这个人。如果能做出这样的东西，那能不能靠音乐有什么回馈？那已经没差了。就是你做出来的当下，可能歌还没贴，你就已经爽翻了。就如果有天能做出这样的东西，还没贴的时候，他妈怎么还没贴？还没贴这首歌？哦，我以为我想说还还没贴什么东西就已经爽翻了。我想说为什么阿刘你别人讲话这么斯文，但是一上镜全部都是黄嘟嘟这样子。没有，因为是真的，就是爽翻了，要讲他妈的，就是说真的就是不能再更爽了吧？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出比这更帅的东西了，就是你可以跟他一样帅，但是你说你要找一个东西赢过他，这个我找不到。你以前听过这首吗？我没有听过，这是第一次听这首。你有哪些歌曲可以感受到像这样子的程度吗？还是这首歌在你的众多听众生涯以来有留下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我刚才说要不讲话，结果还是破功。你主持人啊，你不能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很像他在一首歌讲了一部电影的事情，这种感觉。哦，可以理解。Yeah， 真的一首歌讲一部电影要讲的事，真的很难。而且你就从一个音乐制作的层面来讲，我想象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先不讲 arrangement， 就只讲 mixing 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难点是你要怎么让这么多元素的东西摆在一起，但是每个东西的 clarity 又很清晰，能听到弦乐，又能听到浮起来的 bass line。然后一切全部都能在你的耳朵，那怎么去规避频率上面的互相冲撞？从 mixer 的角度来讲，你就觉得超难的。那如果你说从 arrangement 这个角度来看那真是审美。我觉得我可以顺带一提的是，这一首歌的 MV 让我想到了2个标志性的文化元素，这样子，一个是 Michael Jackson， 第二个的话就是 Beetlejuice。就是一个很经典的电影《阴间大法师》，他穿那个直条纹的那个西装，看起来妖魔鬼怪那个样子，就很像 Beetlejuice 样子。然后他跳的那个舞蹈，然后戴手套、穿西装跳群舞，这个就很 Michael Jackson。但音乐元素上面也有很多 disco 或者是 Daft Punk 那种东西。这张专辑的 inspiration 应该会是 Michael Jackson、Daft Punk 那种类型的东西。我刚才有没有想要讲很多东西？我突然
就是挖掉了。对啊，突然拿掉了，因为没事，他的音乐就是会让你挖掉。哇啊，我知道了，我刚才想讲什么。第一次听的时候要接受太多资讯，没办法在第一次就把它全部讲，就感觉很像你在看《让子弹飞》，你不能只看一次就把《让子弹飞》全看懂。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要一个深入，一直去剖析，一直去重复、反复聆听它每个段落给乐器做了什么事情，给人声做了什么事情，给混音做了什么事情。他很努力的在做音乐，这是耳朵上就可以感受到。对，然后他很努力的在做任何事情，影像上也感受到，跳舞也是，身材管理也是。我觉得核心精神，我看到的事情是这个，这是一件很 inspire me 的事情啊，我可以理解。光用脑袋去模拟他的 project， 你就觉得这个东西要几百轨啊。对 ，automation 要怎么拉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真的需要付出很大的工程的成本跟一切的调度，你才能做出这样的成果的东西。然后我们听过 Bad Bunny， 然后再听了他这2张专辑，都是努力的在把很大量的元素怎么并行。对。然后怎么去显现出来每一个元素的特点？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又属于一个更可怕的点，是他是将近一人完成所有的这些事情，这样子。一人乐队。对，而且连 MV 也都是他 direction 嘛。对啊，蛮好奇这个家伙的才华那个上限究竟在哪里？这样子，脑容量到底多大？对，我光是学乐器，我学到现在，我就已经觉得很累很累。可以做到这么多事情，到底要付出多少程度的努力才做得到？完全能同理这件事情一点，是因为我大学念传播这样，我是后面大概大2的时候才开始认真编曲这样，大2开始到现在5、6年、6、7年的这个时间，我会觉得你一个人同时要懂这些东西，那真的要付出非常巨大的成本，即便你本身就是天才，你也需要付出很高昂的努力，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就是我觉得我在嘻哈圈里面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天才，谁是天才，谁是天才，谁做的音乐很屌。但纵观我学习音乐的生涯来看，我遇到的天才太多了，绝对都是比嘻哈圈大家认定的天才还要在天才最少5倍以上的那种。可是我看到的那些天才付出的努力，也都是比我可以想象到我付出的努力还要再更可怕的程度。但我个人其实会觉得，有些时候我觉得那不能用努力来讲述这件事情。那比较像是一个创作者，他有没有在一个很高度审美的语境里头待着。首先是说，你说他是澳大利亚人，那个是一个相对西方文明的世界上，你可以看到他的 MV 里面的 inspiration 跟使用的元素都是很西方电影会出现的东西，比方说猎物，对，猎物、西部片，然后像我刚刚讲的 Michael Jackson、Daft Punk， 你是先天在那个环境里头成长，你才会得到这样子的 inspire。就像我们要接收到这样的资讯，这本身就是一个更难的事情，尤其是在东亚国家。那如果你在比方说澳洲、美国、欧洲，你想要听到这么高度审美的东西，相对来讲就更简单。可是大家接受到资讯现在都一样的状态下，我在听美国的歌手也不会听到这么可怕的程度的歌曲。应该是说他的创作模式是有点接近雕琢式的那种创作模式，我得说有点吃力不讨好，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快速的年代，说实话。但是这反而会是另外一种清流，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会觉得很多音乐就是只讲求一个 catchy 市场性，把歌缩短在3分钟之内。但是他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考虑，而是说这不是他的 first choice。那我觉得这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弥足珍贵的一点。你在追逐的不是演算法，而是你的审美跟你所吸取的这个养分如何真正最大化的显化在你的作品里头。再去听几遍呢，就会发现它在 A-list 上面有一些音效使用上面会有一些提示，像是狼嚎的东西，它会把自己造起的符号是满月的符号，因为连接像狼人的感觉，就是满月的时候它变狼人了，造起。它真的很中二到他把音乐做到这么棒的程度。但是我可以理解这个状况，是因为其实我近1年也在尝试调整成类似这样子的创作点，是因为近些年来就是接触到编曲，然后我们接触到混音上，你这时候就会进入一个工程性的思维。越做到后面，技能数长越多之后，你会开始思考音乐的画面感究竟是什么，你的感受要怎么样去具现化到这些东西里头。比方说你刚刚讲到狼嚎啊，或者是这些元素。说实话，这一套创作哲学不只显化在这个人身上。比方说，像是我喜欢的 Premier Horizon， 他们也有在做这种事情。一些我觉得高维度创作者，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用想象力把他们脑中的世界具现化成听众可以理解的声响，然后这个声响是好听的、不突兀的。就是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创作者都是蛮中二的，就像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首歌，它就是在一个很中二的状态下去，想要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打破世人的概念。
做出来的。我们光是这一段就讲20分钟，可是要把它剪到剩5分钟内，太难了。然后 next 不错。